恢复起来还是挺快的。你看，我感觉我的小臂就比原来强壮了一些了。是瘦了好多，肯定比我前2年瘦很多。前2年走的是精壮男路线，然后呢，今年可能走的是这个瘦瘦的、薄薄的精致路线。那这个路线可能走着，我又不想走了，我又想回归肌肉了，那就再往回练呗。对，再往回练呗。就是我不太喜欢自己一直是一个样，我就想多尝试尝试，一段时期一个发展方向，看看自己到底能成什么样，到底哪条路最适合自己。就是要不然活得也挺无聊的，这样子活的话就挺有意思的，一段时期有一段时期的努力的目标和方向，挺好玩，自己给自己找点事儿干，挺好玩的。然后今天我还跟雨桐聊天，还好搞笑。我和雨桐今天才第一次见上面，开机已经第3天了，我和我的女主才见到面，我们俩今天才演了第1场对手戏，太搞笑了啊！我觉得雨桐也瘦了，状态也很好。主要是得益于我们的这个导演九导小花九，我们半醒暮色的导演就是他，就前半个月才刚拍完的那部戏杀青了那部戏，导演就是小花九。然后这部戏跟小花九2搭了，我一听导演是他，我开心坏了，因为半醒暮色我就没怎么熬过夜，就很效率很高的完成了任务。然后这部戏一听导演是他，哇，稳了。所以你看今天我拍摄第1天，果不其然，虽然早上起得很早，5点半我就起床了，6点开始化妆了，但是收工也很早啊。所以今天这会儿才能跟你们在这聊聊天，要不然搁往常，哇塞，我现在我还戏还多着呢，还拍着呢，你们哪见得到我呀，对不对？然后跟雨桐也是2搭，跟雨桐第1搭是那个温柔失控嘛，温柔失控跟雨桐1搭，然后这部戏也是跟雨桐2搭。温柔失控那部戏我也很喜欢，而且我确实我很欣赏雨桐老师的这个演技，他演戏确实是有自己的理解和思考，而且很有灵性的一个演员。我在温柔失控拍温柔失控的时候，我就跟雨桐老师学到很多表演上面的小技巧，然后一些台词的处理，一些表情的处理，确实，所以这次知道女主是雨桐老师也是挺开心的，希望能再跟雨桐老师学到一些，能再进步一下自己，精进一下自己的演技。然后和剧报也是我们的出品啊，我们这部戏的出品是剧报，跟剧报也是第2次合作了，也是2搭。然后1搭是那个坏兄妹嘛，所以我觉得这部戏就很奇妙，我和出品，我和导演，我和雨桐和我的女主，然后都是2搭，都是第2次合作。结果呢，我们的1搭都不在一个项目，隶属于3方，结果汇聚在了这部戏里，都是熟人，很奇妙。然后也很开心，因为都是熟人就很松弛，也不需要太多磨合，大家就天然的就很有默契，所以效率也会很高。然后在现场的话，有什么创意啊什么也可以直接就沟通，零沟通成本，就很开心。然后今天是我的开机的第1天，因为雨桐前面已经拍了2天了，没有我的戏，他已经拍了2天了。然后今天是剧组开机第3天，我的开机第1天，然后也非常感谢剧组能够等到今天，然后举行开机仪式。因为前面2天我是不在的嘛，然后就还没进组。对，前2天因为没有我的戏，
所以这部戏是个双医生的本儿，雨桐饰演的也是一个医生，我也是个医生，就挺清晰的，挺好玩的，然后设定也是跟我之前看过的一部美国的电影还挺像的，我还挺喜欢的。那部电影是汤姆汉克斯主演的，很喜欢那部电影。那部电影也是个轻喜剧，然后这个本儿和那个电影的设定也很像，所以我能接这个本儿很大的原因都是因为我基于我对那个电影的喜爱，有一部分原因。那部电影叫什么我就不跟你们透露了，反正真的可以期待一下我们这个作品，好玩的轻喜本就是很好玩，然后拍起来也会很轻松，你们看起来心情也会很好，对，也不无聊嘛。你看还在刷，我一低头还在刷，不同意开学，我同意开学，我最喜欢学习了，我觉得学习是世界上最好玩的事儿，主要是朋友们，我觉得上学这个事情啊，它不是一个谁非得强迫你的一个事情，它就是在培养你的一种习惯，它用长时间的一个规律性的学习来培养你的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就是主动学习的一个习惯，主动学东西的一个习惯，这个习惯伴随你一生，非常有用。因为你在学校里面学到的东西，它毕竟是书本上的东西，它都是很有限的。其实真正考验人的是你在出了学校以后，在社会上你还能不能保持你学习的这样一个习惯和状态。所以你看只要在学校里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你出了学校以后，你在社会上工作的同时，你也可以一直学新东西啊，对不对？你只要一直能够保持让自己学习新东西，你就永远不会落伍，你就不会被社会淘汰。包括一些阅读的习惯，你看我虽然拍戏工作的时候忙，但是我起码我有一个习惯，是我随时我会在剧组里面，我会随时带一本书。你空闲了的时候，真的有时间了，你翻2页总比不看好。就是翻一些纸质的书，对你整个人的状态其实是能够让一个人真正沉下心来、静下心来的。这个是电子阅读不可以替代的东西。具体是什么书我就不给你们展示了，因为我也怕涉嫌打广告啊，这了那的，挺复杂的。说到这儿，今天不是开机仪式嘛？开机仪式完了以后，不是有很多粉丝，凉茶们，然后专门来看我开机，非常感谢啊！首先表达一下我的感谢，非常感谢，因为这个月一直没进组，大家估计也很久没见我，很想我了。我也很想大家，所以今天能在线下见到你们这么多人看我开机，很开心。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有很多粉丝朋友们给我写了信，然后我也收到了，我也拿回来了。然后今天有时间的话，我会去看，逐一去打开去看的。然后呢，还有一些粉丝朋友们给我送了礼物，但是是自己做的礼物啊。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个12岁的小女孩，自己给我画了一幅画，就是她自己画的画，然后画的是我，然后送给我了。我非常非常的感动，而且他们还把那个画的内容印在了衣服上，我也非常非常感动，然后把那个衣服还送给我了。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自己做的小手工的礼物，然后我也都收了。但是感动之余呢，我也有点担心，也有点隐隐的不安，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不是表明了我不收这个粉丝的线下不收粉丝的花钱买的礼物了嘛，然后呢，凉茶们很聪明，另辟蹊径，就开始自己手工做礼物，然后送给我。我明白你们的用心，就是说，梁思维，你虽然不收我花钱买的东西，但是我自己手工做的东西，你总不能不收了吧？
那现在就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大家都开始手工做礼物送给我，然后就大家都开始，我就会第一点，我是因为我不住在横店，我住在组里，我在酒店，然后如果你们都手工送我礼物的话，我拿不回去，我搬来搬去很不方便。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很担心的一点就是大家开始内卷。是谁开始攀比谁做的礼物更精美，谁做的礼物更用心，我觉得这就跟送礼物的初衷可能就有点偏离了。所以为了防患于未然啊，虽然这种现象现在还没有出现，但是为了防患于未然，我怕这种现象会出现，我还是在这里要声明一下，朋友们不要再做一些手工礼物然后线下再送给我了，因为你们做了，你们用心了，又花了时间花了精力花了心思做了礼物，真的拿到我面前了，我真的不能不收，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份很用心的礼物，自己做的，表达了对我的喜欢，然后又是一双双诚恳的眼睛盯着你，你说你不收多寒了送礼物的这个人的心呀，对不对？我肯定是不忍心不收的。所以呢，我就在这里呼吁大家不要再花时间做这些东西送给我了，你别做你也别送，我也就不用收了。就你真的做了递到我面前，我不可能不收，不忍心。但是呢，我也确实是不希望你们再花那么大量的时间去做这种手工礼物了。当然如果有那种特殊的日子或者特殊的应援活动，这个你们去做东西的话，就是有组织的这种我都是 OK 的。但是这种开机去进组啊，尽量还是不要给我送手工礼物了，我也不好拿，我也不好带啊，最后都还是得寄走了，我怕那一快递扔来扔去的，把你们的这个用心精美的手工礼物全给你们摔坏了，怎么办啊？对不对？所以呢，对，就是这样的意思。但是呢，我还是很感动的，我还是非常感动的。然后呢，今天还来了好几个小女孩，10几岁、11、12岁、10岁、11、12岁的小女孩来了，我也非常理解你们，因为知道我喜欢女儿，然后呢就给我把你们的女儿全给我带过来了。但是我第一点舟车劳顿，小孩很辛苦，你说人家好不容易放寒暑假非给人家薅过来了。当然了，她小姑娘自己喜欢我，想来看我，这个我没有意见啊。但是我其实能猜到，有很多小姑娘人家不愿意来，其实都是你们硬给人家薅过来的，人家不乐意来。我也当过小孩，我可太清楚这种心理了。我妈也逼我干过好多事儿。我小时候也在剧组，我也见过好多明星，我妈也逼过我干过好多事儿了。我太知道小孩的心理了，我也太知道你们当母亲的心理了。人小孩有时候就不愿意来，你们非得薅过来，然后到现场之后，然后就开始说我女儿多喜欢你，多喜欢你，人家要真喜欢我，那我非常感动。但是人家要是没那么喜欢我，你非逼人家来，然后还非得替人家发表一下感言，我觉得这事儿真的就别了啊！你还人家一个快乐的童年好不好？还人家一个充实的暑假，让人家干点人家真的想干的事儿好不好？第二点呢，就是现场我怕不安全，因为人太多了，粉丝太多了，挤来挤去的不安全。你说小姑娘这么高一点儿，有时候大家都举着手机不低头看，都看不见那小姑娘在哪儿站着，啪碰倒了摔地上了，又发生什么踩踏事件，不安全。尽量不要把那么小的小女孩带到现场来，太不安全了啊！然后第三点，天气炎热，8月份啊，你想想为什么要放暑假？就是因为天气太热了，小孩就在学校上学，他就容易中暑，容易出事儿，所以国家才规定要放暑假的。
结果你放暑假好好的在家里不吹着空调，你非得给人带到横店来，带到剧组来，剧组多艰苦啊！剧组是最艰苦的地方了，我觉得。这风吹日晒，日晒雨淋的，小姑娘受不了。然后有时候还等一天见不着我都一直在里面拍戏，对不对？我也很怕，就是这种环境下会消耗小孩对我的喜爱程度。你想想，我大老远，我作为一个11、12岁的小姑娘，我们将心比心一下，我好不容易放暑假了，被妈妈硬薅过来，说带你去见个帅哥哥，啪过来了，37、8度，37、8度大太阳晒着，给你晒一天，还见不着，见着了之后呢，有时候挤来挤去的啊，然后自己夹到中间，咔咔挤来挤去，难不难受？然后最后都怪这个哥哥，让我这一天这么难受，我再也不喜欢他，我讨厌他。那你说我冤不冤枉？是不是？那是不是我太冤了？我最喜欢小女孩的人，结果你让人家小女孩最讨厌我，你这不是整我吗？我是 I 人啊，我是 I 人，我是 I 人。我很 I 的，我 I， 但是呢，我不耽误工作，因为我虽然是 I 人，但是呢，我是一个 E 人啊，不是，我在说啥？我是一个 I 人，但是呢，我的职业是 E 人，就是演员的那个，就是从艺工作者、演艺工作者。所以，如果就是有一些活动啊，或者有一些综艺啊，在工作范围内的需要我去说话，带动气氛、活络气氛啊，那属于我的工作范畴，我会非常敬业、非常努力的把它完成我的工作。但这不代表我是一个开朗外向的人，因为 I 人 E 人的区分标准是他能否从和别人社交的过程中获取能量。我显然不是，我是在独处的时候我可以获取能量，我可以补充能量，我在跟人社交的过程中我是在消耗能量、消耗精力。但是 E 人呢，他就是自己独处的时候可能会无聊，会越待越累，但是呢他在和别人出去玩，在和别人聊天的过程中，他会越来越嗨，他会越来越觉得自己能量充沛，这个就是 E 人。所以我很明显是 I 人，对，我需要一段时间的独处去补充自己的精力和能量，恢复自己的精力和能量，然后再释放在镜头前面，再释放在各种活动上。对，是这样的。那我就是冷人。什么叫冷人？你很冷吗？现在8月，你很冷吗？黄瓜好吃吗？还没吃呢，但是可以吃。哈哈，好大的一根黄瓜。这根黄瓜是我前天买的，有点放得太久了，水分都流失了，不脆了。黄瓜不就是吃个脆吗？你黄瓜不脆了，你还能叫什么黄瓜？我对你很失望。外强中干，长得这么粗壮，
结果这么难吃。你是我吃过最难吃的黄瓜。这种黄瓜应该是用来炒鸡蛋的，用来炒菜的，它不是用来生吃的，品种问题。说的好像炒鸡蛋我就能吃似的，我吃鸡蛋我也吃不了，鸡蛋过敏。哼。最近听歌还听的还挺频繁的。最近很喜欢听张震岳的《路口》，好听，老歌了。但张震岳的歌很多歌都是那种你看名字你不知道他咋唱，但是你一听到副歌你就说哦，是这首歌，这首歌小时候抱过我，是这种感觉。陈奕迅听啊，陈奕迅也听，陈奕迅听。我记得我有一年军训，然后文艺汇演，就是军训的最后一天，所有的这个同学们聚集在一起，有一个文艺汇演。我还在那个文艺汇演上唱过歌呢，唱的就是陈奕迅的《孤独患者》。大学的时候，是大学，不是，高中的时候。你问我干嘛呀？这个弹幕好好笑，他问我卡斯哥在哪儿，我哪知道他在哪儿？我俩又不是一对儿，你问我干啥？会做饭吗？朋友，你这就是没有看我果子的动态圈。我果子动态圈定期都会发布我的新食谱的。我现在已经更新了好几道菜了。我跟你们说，我真的是因为减肥，我为了控制身材，我没好好做。我要是真的想做那种不管不顾了啊，我要真想做那种高热量的东西，好吃的东西，我分分钟给你做出来，太简单了。我是为了控制身材，我做的东西都是那种寡淡无味的东西。你真让我给你重油重盐，给你来一道，香死你！问题是我自己一个人我吃不了，我只说我坐那干啥？我做出来了，拍张照我扔了，我自己吃不了啊。我真不跟你们吹，
你想那塔可，那墨西哥塔可我都自己做的，那多难多复杂呀！那很复杂的。墨西哥塔可里面，你起码你的主菜你都得做，都得炖1个多小时2小时。那牛肉，那牛肉很难处理的，就很难把它做的好吃，因为它要先用那个墨西哥的那个腌料先腌的，腌完之后还要再炖，慢炖，要炖很久才能把那个牛肉炖得很烂，肉丝一丝一丝的，它才是那个墨西哥塔可的那种牛肉。它跟中餐的那种炒牛肉片不一样，那种很快，那种你简单腌个30分钟，然后封个油封个淀粉，简单腌个30分钟，你下锅炒个5分钟就可以出锅了。那种炖牛肉很慢的，因为你得把那种香料的味道全都炖到肉里面去，你得给它时间。然后墨西哥塔可还得配酱料吧？那酱料都有现成的，但我都没有买现成的，买那种成品酱。我觉得那种酱可能都太咸了，对我来说可能不太适合我。我都自己做，我自己调那墨西哥沙沙酱，然后墨西哥那个牛油果酱，那全都是我自己做的，我自己做，从零开始。这有啥胡说八道的？主要是，其实中餐西餐的逻辑是做菜是2套逻辑。西餐的肉类啊，你就是得给它时间。其实它不复杂，它就是需要时间，它需要去炖煮。然后中餐呢，就是那个火候，你得掌握好。中餐的肉类腌制方法更简单，它都是固定的一套，万能。我太清淡口了，我清淡的跟啥一样？我清淡到我的口清淡到我吃沙拉，他给我送那酱料，我都不放的。我放酱料，我觉得咸。因为你想我吃沙拉，我是为了啥？我吃沙拉，我就是为了我吃下去之后，我感觉我能清淡点，我身体轻松一点。我要是奔着那个有味儿去，我干嘛不点点更好吃的东西？我干嘛吃沙拉呀？对不对？所以我一般那酱料我都直接扔，那酱料我都不要的，一滴我都不放。他送的什么蜂蜜芥末酱，还有什么沙拉里还送什么酱？我不知道，因为我从来不放那东西。腿咋这么白？其实我全身，我也别自己说自己白了，反正就是，我没有被太阳经常晒的地方都挺白的，天生就挺白的，天生皮肤挺白的，天生皮肤都挺白的。主要是我比较爱晒太阳，所以导致我可能胳膊、小臂啊，然后脖子呀可能会黑一点，都太阳晒出来的。我这都有个表带印儿，都是太阳晒的，因为平常戴那个运动手环出去晒太阳运动，就导致我自己这晒出个手表印儿，
挺搞笑的。有什么电影推荐？电影有啊，诺兰的新片啊，《奥德赛》刚看完，3个小时，3个小时没尿点，我觉得挺好看，真挺好看。马特·达蒙主演的，好看的，真挺好看的。荷兰弟演马特·达蒙的儿子，《奥德赛》。但《奥德赛》这个片儿，我更推荐你们去电影院看，找那种大荧幕 IMAX 看起来会更爽，然后视听效果会更好。自己在家看的话，其实差点意思。这是新片儿，我推荐的。然后我想想啊，我还看过，前几天刚看过一部《爱情与灵药》。爱情与灵药是一部比较早的片子，好像是10年的一部爱情片。女主是安妮海瑟薇，也蛮好看的。安妮海瑟薇演的是一个天生好像是癫痫患者吧，反正是有一种类似于癫痫的一种疾病。然后呢，她和男主发生的一些故事，还是蛮感动的一部比较轻松的浪漫爱情片。看上去不会累。然后在之前看的是诺兰的那个《致命魔术》，双男主，一个男主是休·杰克曼，就是演金刚狼那个，然后还有一个男主是克里斯蒂安·贝尔。就是那个演那个美国精神病人那个超帅的那个。克里斯蒂安·贝尔这个演员，他不就是很有名的，在好莱坞很有名的，就是他可以为了角色短时间内增重，然后或者是暴瘦，他为了角色可以牺牲一切，而且效果都很好。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可以控制自己的体型，控制的这么好，而且这么快。因为你想，我自己也尝试过嘛，就为了角色我瘦下来都很难，会瘦到一个很极致的状态，或者说很慢，你得给我时间。但他好像几个月就可以做到很瘦，从一个很瘦的状态，然后突然变成一个很胖的状态，超牛。龙餐馆他们也给我推荐了，但我没看龙餐馆。他们说很好看，说是含腾量极高的一部一点也不像沈腾的作品的一个电影，立意很深，说是立意很深。有时间我去看一下。皮德胜推荐的，皮老师推荐的，他推荐的那部，其实我很早之前就看过了，天堂电影院嘛，那部片太经典了，因为很早之前就看过了，喜欢看电影的基本上都看过，我觉得。看牛来空腔是朱一龙老师主演的，是不是？就是朱一龙老师演的很好，有时间我都会去看的，好电影不容错过，看电影真的是很好的一种休闲方式。没有养宠物，主要是我这个职业吧，东奔西走的，没有一个固定居所，
养宠物的话很不方便，它也不能跟着我一直走，对它来说也是，对于我的宠物来说也挺辛苦的，毕竟人都受不了，你更别提宠物了，飞来飞去很不方便。然后你说我要养了之后，我如果把它就放家里，它一年到头见不了我几回，我养它干嘛呢？它都不认识我，所以我很喜欢宠物，但是呢，自己这个职业很特殊，没法养，所以我也很羡慕那些能够有机会养自己的宠物，并且每天都能见到它，每天都能遛它，跟它朝夕相处的这么一些人。我知道，屏幕前面的你们肯定有一些人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们的日常生活可能就是有一些人，比如说我的梦想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知足，都要热爱自己的生活，因为你可能稀松平常的日常就是某个人拼尽全力都想要得到的生活，要时刻感恩自己的现状，感谢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我可以当你的宠物。你不对劲儿，朋友，你不对劲儿。惊魂2什么时候上？我也想知道，很多片儿我都想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上，拍了好久了。OK， 8点10分了，朋友们，我准备下播了。我现在下播之后，我洗个澡，卸个妆，我要去运动运动，增肌。我只要开始下定决心要增肌，我就必须得好好整，我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整，准备开练了，朋友们，期待几个月以后看到我的训练成果，期待吧，我自己也很期待。好了，下播了，朋友们，拜拜，下次再见，谢谢大家。Yeah.